不能这样！这一点你不要抗法好不？法院，我配合，法院，我配合。女子情绪激动，嚎啕大哭。别看她看起来可怜兮兮，实际上是个无赖之徒。她霸占自己亲哥房产，导致被亲哥起诉。女子败诉后，法院多次下发通牒，女子就是耍无赖，拒绝搬走，因此法官只好上门强制执行。据了解，该名女子名叫段女士，她和自己亲哥哥均由姥姥抚养带大。可自从她成年后，就从始至终都没对姥姥尽过赡养义务，而是哥哥一直帮姥姥养老。就这样，姥姥在临终前将房子过户给了哥哥。段女士闻讯后，随即就跑了回来，趁哥哥还没入住，干脆鸠占鹊巢。看着如此厚颜无耻的妹妹，哥哥便与其断绝兄妹关系，并将其起诉法院夺回房产。但面对法官上门执行，段女士却装作委屈，表示她已经搬进来1个月了，虽然没有房产证，但房子也应当归她所有。反而是哥哥蛮横无理，想要霸占她的房子。这个是我的房子，他诉讼反了，现在诉讼的应该是我哥，不是我。那你是另行诉讼的，我们今天是强制执行。你强制执行，我没有地方住的，我没有地方住。其实法官早已调查清楚，这处房子的归属全归他哥哥所有。虽然是亲生兄妹，但哥哥也有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，所以法官要求段女士立即搬走，否则就强制执行。而段女士偏不信邪，对此法官很是无语，决定不再和对方墨迹，直接采取强制措施。怎料在执行期间，段女士竟暴力抗法，对法警动起拳脚。殊不知这样的行为不仅没用，反而还会让她罪加一等。随后段女士就像一只烤乳猪一样，被法警抬上了警车。在车上，段女士依旧不老实，开始向周围群众呼救，表示这帮法官都是绑匪，想要把她给卖了赚钱。但群众根本不鸟她，毕竟她无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，即便被卖了也纯属活该。对此，段女士的哥哥也倍感无奈，表示但凡妹妹有点良心，兄妹俩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，因为妹妹常年在外灯红柳绿。对此，段女士哭诉道，这套房子本来就有自己那份，当初姥姥买这套房时，她还拿出过1万块钱。虽然她20年都未赡养过姥姥，但毕竟曾经也为这个房子付出过，所以理应当由兄妹俩共同瓜分这笔房产。我也不想住那个房子了，我说只要你把我那部分你返还给我，我说我走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如果您的房子，您现在住这个房子，房子里有您的钱，但是房本不是您的，是您的亲戚家，我会另外主张我的权利的，我不会对抗法律的。对此，法官耐心解释道，如果段女士对房产分割有异议，完全可以走法律途径解决，而不是选择无赖这条道路和法律作对。外加这套房子的归属权已经在她的哥哥名下，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霸占，否则就会被视为违法。1审判定的房子归你哥所有，是吧？2审也维持原判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房子有我的钱。你说的钱跟房子是2回事儿，听懂了吗？你可以去法院主张你的权利，对吧？但是人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主张人权利，对吧？要求你返还人的房屋，这是没错的。在法官看来，如今段女士不论说什么都已经为时已晚，她当初给房子花的1万块钱，应当尽早提出异议。法院经过调查确认无误后，可以终止执行，并组织双方停下调解。但段女士却选择撒泼耍无赖，甚至暴力抗法，亲手断送了她维权的机会。而且，如果段女士有点良心，多回家照顾姥姥的话，说不定姥姥就会把房产分给兄妹2人，而不是只交给哥哥1人打理。只能说段女士自作孽不可活。最终，段女士良心发现，决定不再和哥哥争家产，并且搬离了房子。